2026年一开年，新加坡传来好消息，政府要发钱。这次的福利不是象征性的，而是实际有效的减轻生活压力，帮助家庭缓解开销。这次福利会通过3种方式到达不同群体，有人会直接看到一笔钱进账户，有人是账单清了，还有人会收到消费券。这些钱虽然形式不同，但本质都一样，它都意味着你要掏的金额减少了。这不是一次财务上的大翻盘，而是一次用心设计的支持。关键是什么？不是政府发了什么，而是你是否符合条件，你能拿到多少。在接下来的内容里，我们会为大家一一解析哪些人可以拿到，能减轻多少压力，还有要不要做些什么才能成功获得这些福利。注意看，现在开始揭开2026新加坡福利的全貌。第一笔福利是影响面最广的一项，这笔钱不是银行里的直接现金，却妥妥能帮大部分家庭减少日常开销。在2026年1月，每个符合条件的新加坡公民家庭都能领取一次300新元的 CDC 消费券。这些消费券可以直接用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你最常去的地方，比如超市、巴沙小贩中心或是邻里的小商店。对很多家庭来说，这笔消费券意味着少了几周到1个月的菜钱压力。如果你家人的日常生活成本比较高，这也能让你在新年的第一段时间省心不少。而且无论你是中产家庭、低收入家庭还是退休家庭，都能拿到一模一样的金额，不需要考虑收入高低，只要是合资格的新加坡公民家庭，全都能享受这笔福利。这笔钱的存在目的很明确，它并不会让你变有钱，但它可以让你少花真金白银，尤其是在1月刚刚花钱多的开年阶段，缓解你的经济压力。大家可以理解为它是一种生活缓冲，确保你手头更宽松。接下来是一笔更隐形的福利，它虽然不直接发到你手里，但效果却能实实在在感受到。如果你住的是赫布组屋，新的福利就会悄悄体现在你的账单上。政府将在2026年1月发放 USave 水电费回扣，来抵扣住户的水电账单。这笔回扣会根据你组屋的房型分配不同金额，通常是100多新币，直接减轻你的水电燃气费用。这项福利特别贴心，因为它不需要你做任何操作或申请，金额会直接在账单上抵扣。当你收到水电账单时，就会发现数字变小了。对于低收入家庭、年长者或租房住户来说，生活成本压力会切实减轻。虽然它不是现金，但它就是让你不用掏现金，尤其在这类生活开销上，直接减免比给现金更实在。毕竟有时候减少了账单上的数字，就是给你最直接的支持。说到实际到账的钱，很多低收入打工人在2026年1月至2月间，可以通过一项名为 Workfare Income Supplement 的福利，领取到真金白银。这笔钱有2部分，一部分是直接打入银行账户的现金，另一部分则会存入副账户。这项福利并非需要申请，而是由系统自动计算和发放。只要你是符合条件的在职打工人或自雇人士，且月收入位于政府设定的范围内，政府就会主动把钱发给你。一般来说，年纪越大，收入越低，能收到的金额就越高。例如，很多30、40岁的低薪打工人，在第1季度就能拿到几十到几百新币的现金部分，而整年下来，这项福利的累计金额很可能有4位数新币，只是分季度发放而已。这笔持续性的现金补助对许多工作家庭来说是一种默默支持，它不是突如其来的大额红包，而是一种可靠的、可持续的帮助，让打工人在新年压力最大的时段稳住生活。很多人没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实际上它年年发，一直发，帮助低收入家庭在生活里找到稳定感。从消费券到水电回扣，再到 Workfare， 这3笔福利的叠加，对于符合条件的家庭来说，效果非常明显。以一个低收入打工人来说，2026年的开年很可能同时收到这3种支持。具体能看到的变化会是这样的：账单清了，交通费省了，菜钱的压力减轻了。而这3笔福利加在一起，家庭能支配或省下的钱，通常能达到几百新币的级别。这几百新币或许不是太高的数字，但对很多家庭来说，它就是1个月的生活成本缓冲。尤其是在新年期间花销大的时候，这种福利的意义就在于稳定现金流，让家庭在经济压力下多一份支持。政府设计这一系列补贴，并非让你大额收入变多，而是从细节入手，把生活成本压下来。最终的目标就是让符合条件的家庭能够切实感受到新年开头的生活压力减少。聊到这里，你可能会问，这些福利能否顺利拿到？哪些需要自己动手？哪些可以安心等待自动发放？我们在这里为大家整理清楚。CDC 消费券需要通过系统领取，这是唯一需要你手动操作的部分，具体怎么用是个人选择。USave 水电回扣完全自动抵扣，零操作账单上直接体现。Workfare 补贴无需申请，只要你的工作记录和收入信息符合条件，系统会自动发放，可以安心等待政府帮你把钱送上门。大家只需确保资料的准确性即可。大部分的福利发放时，你不需要特别操心，因为这些福利是系统化设计，就为了自动覆盖符合条件的人群。拿不到福利的原因，通常不是因为政府没发，而是因为不在规则范围内，所以务必先确认自己的资格。不过这次的覆盖范围非常广，
大多数新加坡人都能从中受益。总体来看，2026年新加坡开年福利的核心目的，并不是让人一夜暴富，而是通过持续性多层次的补贴，让符合条件的家庭稳住生活成本，尤其是在压力最大的开年阶段。3种方式的补贴看似零散，却能够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实际有效的支撑，让你的现金流多一份安全感。这些福利的发放也提醒我们，每个人的收入和位置不同，能拿到的金额自然不同。这次的福利设计不是为了满足所有人的情绪，而是精准解决特定群体的实际需求。如果觉得以上内容对你有帮助，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会持续为大家解析新加坡的政策和福利，帮助你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支持。也别忘了在评论区告诉我们，你今年的情况如何？福利到手了吗？我们期待和大家一起交流。